接着学习花片2的钩织。花片2分成了叶片、底片和枝干。叶片采用锁针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再钩底片；底片采用锁针环形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在钩底片的同时连接叶片。最后钩枝干，枝干采用锁针起针钩织，钩完后缝合到底片上。具体请看我演示。下面学习叶片的钩织，锁针起22针，立一个锁针起立，在起针的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接着依次钩出一个中长针、6个长针、3个长针减针。长针减针的钩法是：先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接着绕线依次穿过，长针减针就钩好了。再钩2个长针减针，完成后继续钩6个长针。一个中长针，最后一个锁针上钩3个短针，完成后旋转织片，锁针起针还剩下半边，在下方中长针的入针位置上钩一个中长针，之后依次钩出7个长针，一个中长针，2个短针，一个中长针，7个长针，一个中长针，最后一个锁针位置钩2个短针，完成后引拔。第1圈就钩好了，接着钩第2圈，先钩一个中长针加针，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出2个中长针，一个长针加针，4个长针，一个中长针，一个短针减针。短针减针的钩法是分别钩出
2个短针未完成针，之后绕线，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短针减针就钩好了。再钩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减针，一个中长针，4个长针，一个长针加针，3个中长针加针，一个长针加针，5个长针，一个长针加针，2个中长针，2个短针，2个中长针，一个长针加针，5个长针，一个长针加针，2个中长针加针，之后在第1针引拔，这样一个叶片就钩好了。断线收线头即可。叶片一共需要钩2片，按照演示再钩出1片。接着钩底片，先锁针起4针，然后在第1个锁针上引拔成圈，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然后钩3个锁针，挑下方锁针起针圈，钩3个长针，3个锁针，按照图解的钩法钩完这一圈。起立针上引拔，第1圈完成，继续钩第2圈。钩之前先挑锁针辫子，钩不拉紧的引拔针过渡线头，之后立3个锁针起立，3个锁针的角的位置，继续挑下方锁针辫子，钩3个长针，一个锁针，左侧锁针辫子，钩3个长针，3个锁针和3个长针，按照图解的钩法钩完这一圈。起立针上引拔后，第2圈完成，之后的第3到8圈方法比较简单，对照图解钩织即可。注意，底片的第5、第6圈需要边钩边连接叶片。下面我们学习连接方法。这个是钩好的底片第4圈，
继续勾第5圈，先对照图解勾到标记的1号位之前。现在勾到了需要的位置，开始勾1号位的长针。勾之前找到叶片的1号位，也就是下方长针加针左侧的第2针。钩针绕线后，挑起这一针的背后一根线，正常钩一个长针。勾完后看一下，叶片和底片就连接了一次，继续勾底片，一直勾到2号位。勾到需要的位置后，找到叶片的2号位，也就是另一个叶片，上方长针加针的左侧一针，连接这一针的背后一根线。完成后看一下，底片和叶片的连接方法就是勾到底片的标记位置后，挑叶片标记位置背面的一根线，一起勾标记的这一针。接下来就参考之前的演示，对照图解勾完底片，并将叶片与底片连接好。下面来学习花片2的连接方法，基本和花片1的连接方法相同，只是连接位置换成了锁针。先正常勾到角的位置，并按照之前的连接演示连接3个锁针的角的位置。之后继续对照图解勾7针。并连接一次。看一下，花片2都是在锁针位置连接，连接的位置和方法之前都有演示，之后的花片3也参考这里的连接方法进行连接，且所有花片在钩织时都需要对照拼接示意图，在勾到最后一圈时边勾边连，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下面来钩枝干，方法比较简单，先锁针起针，起针完成后，一一对应钩中长针，先钩2个锁针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对应起针的最后一个锁针，接着挑起锁针的里山，也就是背面这样一根度线，钩中长针，继续挑里山，钩中长针，完成后
预留3倍长的线头，穿上缝针，拿起底片，将枝干放到叶片中间，挑枝片表面与枝干进行缝合。缝完后藏线头，这样整个花片2就完成了。接着学习花片3，花片3和花片2的钩法基本相同，包含叶片、底片和枝干。叶片和枝干的钩法与花片2中叶片和枝干的钩法相同，只是个数和针数不同。底片大致类似，只是起针有些不同。请看我演示花片3的起针和第一圈。先锁针起4针，之后在第一针上引拔成圈，完成后钩27针锁针，并在倒数第4针上引拔成圈，起针就钩好了。继续钩第一圈，立3个锁针起立，将起针圈翻面，接着钩3个锁针，在锁针圈上钩3个长针，3个锁针和3个长针，完成后在锁针辫子上钩织，先钩1个锁针，跳过下方3个锁针，这里如果看不清的话，也可以数里山。在下一个锁针辫子上钩3个长针和1个锁针，锁针辫子都是跳过3个锁针的。继续在下一个锁针上钩3个长针，和1个锁针，按照规律钩到下一个锁针圈。
完成后，在锁针圈上勾出3个长针，3个锁针，3个长针，3个锁针和3个长针。完成后，又到了锁针辫子位置，勾一个锁针，在下方长针的入针位置上，继续勾3个长针和1个锁针。按照规律勾到下一个锁针圈。完成后，在锁针圈上勾出2个长针，并在起立针上引拔。第一圈完成。花片3需要在底片的第4圈和第6圈与叶片连接，具体连接位置参考图纸，方法之前都有演示，我就不重复说明了。这样花片3就讲解完成了。大家对照花片拼接图，勾出全部的花片并拼接成圈待用。下面进行织片勾边，在勾边之前，可以先将织片放到花片拼成的圈中间，对比一下大小，应当是间隔约1个长针的距离。如果相差较大，需要调整针法。成品第2圈的针法是长针，可根据需要调整为短针，或者勾出1圈短针和1圈长针。如果需要多勾圈数，需要在角的位置多勾针数进行加针，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勾织时可以先试勾1个角后，继续与花片拼成的圈对比，相差不大后即可继续勾织。这里演示图解中的勾法，用这个小样演示。勾边的具体配色参考图纸。先勾第1圈，这一圈在边和角的位置勾法不同，先来勾边的位置，勾3个锁针，在左侧花样空隙处勾引拔，继续勾3个锁针，下一个花样空隙处勾引拔，在边的位置都像这样勾织，每3个锁针和1个引拔针对应1个花样。继续按照规律勾完这一条边。勾到角的位置后，勾3个锁针，继续在上一引拔位置再勾1个引拔，这样角的位置就勾好了，形成了一个小圈。之后继续勾边的位置，看一下，第1圈就是绕圈在织片一周勾3个锁针和引拔针，注意区分边和角的位置，继续按照讲解勾完这一圈。这个就是第1圈完成后的小样。继续勾第2圈，先调左侧锁针辫子过渡线头，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对应下方辫子，继续挑起这个辫子，勾2个长针，接着在左侧锁针辫子上都一一对应勾出3个长针，一直勾到角的位置。现在左侧是角的位置，调锁针洞，勾2个长针、2个锁针和2个长针。
完成后看一下，这一圈的规律是在边的位置多条锁针辫子钩3个长针，角的位置钩2个长针、2个锁针和2个长针，按照这一规律钩完这一圈。完成后提立针上引拔，第2圈完成。织片钩边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花片与织片的拼接。连接前，先用记号扣将织片与花片拼成的圈，这样一条边用记号扣分别固定。大致对其固定好后，开始缝合。织片与花片的连接方法是挑后半针进行卷针缝，先在织片背面挑线藏线头，然后挑起织片与花片相对的针目，后方这样的半针进行缝合，始终是从前向后穿线。注意，因为织片和花片具体针数不同，缝合时要根据记号扣标记的位置进行调整。如果上方花片针数较多，可以在下方已经穿过线的针目再多缝一次，这样就调整了一次。拼接位置同样挑线缝合，缝完后的织片尽量平整，每缝完一段距离后就检查一下，如果不平整可以拆掉重新缝合。缝合线不够的时候，要穿回织片背面藏线头，之后重新接线缝合即可。下面继续按照这里演示的方法，将织片的4条边与花片拼成的圈缝合。方法比较简单，我就不演示了。这样花片与织片的连接就讲完了。接下来学习毯子的钩边，在拼接完成后的毯子角的位置，锁针辫子上接线，钩一个短针，接着一一对应钩短针，钩完这个花片。钩到花片拼接的位置时，分别在2个花片角的位置，也就是锁针辫子的位置，钩一个短针。之后继续一一对应钩短针。看一下毯子的一条边上遇到花片角的位置，都钩一个短针，其余位置一一对应钩短针，一直钩到毯子的另一个角。完成后，在这个角上钩一个短针、2个锁针和一个短针。钩完后看一下，毯子角的位置都对应钩一个短针、2个锁针和一个短针，这样毯子边和角的位置的钩法就讲完了。按照规律并对照图解将这一圈钩完。完成后，在第1针上引拔，断线，
第一圈完成。继续钩第二圈，先钩脚的位置，锁针辫子上接线，并钩出9个长针。这样脚的位置就钩好了。接着间隔2个针目，钩2个短针，间隔3个针目，下一针上钩出长针1针，放7针，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出7个长针。继续间隔3个针目，钩2个短针，看一下，在毯子的一条边上是2个短针和长针1针放7针交替钩织的。除了脚的位置的两侧间隔2个短针外，其余位置都是间隔3个针目钩织的。下面对照图解和演示将这一圈钩完。接着钩第3圈，在脚的位置接线，从右向左数，第3个针目接线，第2个锁针起立，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接着钩2个锁针，间隔1针，钩1个中长针，2个锁针，继续间隔1针，钩1个中长针，脚的位置就钩好了。开始钩边的位置，钩3个锁针，左侧是短针，在短针针目上钩出长长针，钩完后钩3个锁针间隔，左侧是长针1针放7针，找到中间1针，钩1个中长针。看一下，毯子的一条边上是在2个短针上分别钩2个长长针，长针1针放7针的中间1针上钩1个中长针，2个长长针和1个中长针之间都钩3个锁针间隔。下面对照图解和演示将这一圈钩完。下面钩第4圈，在脚的位置起立针上接线，钩1个短针，锁针辫子都跳过不钩，左侧中长针上钩出连续的2个长针，3个长长针和2个长针，左侧中长针上钩1个短针，脚的位置就钩好了。开始钩边的位置，左侧长长针上钩出连续的3个长针，1个长长针，接着在左侧针目
勾出连续的一个长长针，3个长针，左侧中长针上勾一个短针，看一下毯子的一条边上是在中长针上勾一个短针，2个长长针上分别勾对称的3个长针和一个长长针，锁针辫子都跳过不勾。下面对照图解和演示，将这一圈勾完，这样毯子的勾边就讲解完了。下面学习装饰，装饰包含蝴蝶、植物装饰、动物装饰和组装，其中动物装饰用表格图解，分别勾出装饰后，参考实物缝合到对应位置，并缝出表情、触角等细节。接下来学习蝴蝶的钩法，双环起针，在起针的线圈上开始钩织，先钩4个锁针，再钩2个3卷长针，一个长长针，一个长针，2个锁针，在起针圈上引拔，再钩2个锁针，2个长针，3个锁针，起针圈上引拔，3个锁针，2个长针，2个锁针，引拔，2个锁针，一个长针，一个长长针，2个3卷长针，4个锁针，引拔，之后收紧起针的线圈。预留长线头断线。这里的长线头用于缝合和蝴蝶触须的缝制，所以尽量留长一些。起针的线头顺着织片反面的纹理藏起来，这样一个蝴蝶就勾好了。下面学习植物装饰。植物装饰分成4层叶子、2层叶子、1层叶子、2片叶子、扇形花、合出菊花，其中叶子的钩法基本相同。这里我演示一个2层叶子，其他叶子都参考演示，对照图解钩织即可。先锁针起2针，钩出叶杆部分，接着钩第1层叶片，先钩7个锁针，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在倒数第2针上，也就是7个锁针的最后一针，钩一个短针，继续钩一个中长针，2个长针，一个中长针，一个短针和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继续钩4个锁针，作为叶杆部分，开始钩第2层叶子，钩法和第1层叶子相同。
勾完后再勾3个锁针。开始勾顶端叶子，注意顶端叶子只勾5个锁针。对照图解勾完这个叶子。完成后，挑叶杆的锁针，勾出3个不拉紧的引拔针。继续勾第2层叶子。这里叶子勾完后，要和第2层的另一片叶子的锁针辫子勾一个引拔针，这样第2层叶子就勾好了。继续挑叶杆勾引拔针。勾第1层叶子。之后继续在第1层另一个叶片上勾引拔针，叶杆上继续勾引拔针。勾完后，一个2层叶子就勾完了，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其余叶子对照图解，参考这里的演示钩织即可。下面学习扇形花。锁针起3针后，起针完成，继续勾第1行，在起针上一一对应勾长针1针放3针。第1行完成，接着勾第2行，先勾一个长针加针，接着一一对应勾中长针，勾到左侧还剩1针。在剩余的这1针上勾一个长针加针。第2行完成，继续勾第3行，这一行需要加入配色线，先用原色线立2个锁针起立，拿出新线，勾一个锁针，长针起立针就勾好了。继续在起立针对应的第1针上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换回原色线，完成这1针。原色线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
新线完成这个长针。看一下，这一行是新线和原线交替编织。注意，这一行有加针，加针的针法算作2针，也需要换色。下面对照图解勾完这一行。第4行立一个锁针起立，接着勾一个短针，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这一针是勾3针锁针后，调短针前方2根线，勾引拔针，一个狗牙拉针就勾好了。继续勾2个短针，一个狗牙拉针，对照图解勾完这一行。这样扇形花就讲完了。同样预留长线头断线，新线以及起针的线头都顺着织片反面藏起来。接着学习雏菊，雏菊前2圈的勾法比较简单，双环起针后，第1圈勾短针，第2圈勾短针加针即可。勾完后断线，继续勾第3圈，任意位置接线，接着勾6个锁针，在倒数第3针上开始勾4个中长针，之后在第2针上引拔，一个花瓣就勾好了。这一圈一共勾出10个花瓣，每个花瓣都对应一个针目。继续对照图解勾完这一圈。最后的引拔针勾在接线位置，勾完后预留线头断线，雏菊就完成了。下面学习动物装饰，包含的部分比较多，都使用表格图解。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2加数字表示圈数，用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看一下实物，动物装饰这一部分分成了2种情况，圈钩和片钩。针法大部分都有演示过，只是在这里使用字母符号代替。下面我演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部分，其余部分参考图纸和演示钩织即可。下面学习猪耳朵的钩法，起针和21是先钩8ch 8个锁针，倒2是在倒数第2针上开始钩织。注意，表格中短针的起立针如没有特殊说明，就是没有标出的，需要自行钩织。接着按照表格中的顺序勾出 V 短针加针，5x 5个短针，W 短针1针放3针，5x 5个短针
x 一个短针，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表格中绕圈钩织的织片引拔针也是没有标出的，需自行钩织，第一圈就钩好了，继续钩第二圈，注意钩起立针 ，V 短针加针 ，TV 中长针加针，5T 5个中长针。3V 3个短针加针，5T 5个中长针，TV 中长针加针，钩完后引拔，第二圈完成，第三圈一个短针。下面是一个中括号，代表的是在同一位置钩出括号内的针法，也就是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TW 中长针一针放3针。继续对照图解钩织，注意中括号内的针法都在一针内钩出。钩完后看一下，这里是最后一圈，为了让织片美观，像这样绕圈钩织的织片都用隐形收线头的方式，预留长线头后断线。线头穿上缝针，穿入左侧第二个针目，再穿入最后一个针目后方的2根线，稍微拉紧。这样，最后一圈就首尾连接起来了，整体比较平整。猪耳朵就讲解完了。猪耳朵一共有2片，注意区分正反面，这样连续的2个长针位置向上摆放。下面学习猫耳朵的钩法，环形起针，这里可以使用单环起针，这样收针会比较方便。起针完成后，小括号表示为一组，称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先钩第一组，一个短针，一个中长针，一个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这一针的钩法是先钩一个锁针，然后挑起下方针目的前方2根线，钩一个引拔针。这样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再钩一个短针，小括号内的一组就钩好了，继续钩完剩下的2组。完成后收紧起针的线圈。这里是绕圈钩织，使用隐形收针的方式收好线头。这样猫耳朵就讲完了。接着学习老虎大肉垫，先钩第一行，锁针起7针，到4，钩3个长针加针，
接着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继续钩第2行，翻表示将织片逆时针翻面。4SL 4个引拔针，这里引拔针都不用拉紧。1个锁针，2个中长针，1个锁针，4个引拔针。之后预留线头断线，老虎大肉垫就钩好了。表格中的缝合方法有讲明，第2行朝上，也就是最后这一行为正面进行缝合。下面学习长颈鹿花纹3，对照图解钩完第1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继续钩第2行，2个锁针，翻面 K 空1针，表示跳过第1针不钩，4个中长针，1个中长针减针，K 空1针，左侧1针也跳过不钩，第2行完成。接着钩第3行，1个锁针，翻面，空1针，1个短针，2个不拉紧的引拔针，2个短针，最后1个短针，在锁针辫子上钩织。第3行完成，长颈鹿花纹3就钩好了。到这里，动物装饰遇到的情况都演示完成了。下面学习装饰的刺绣和缝合。先来学习刺绣部分，我演示一下方法，具体形状和位置参考实物。刺绣之前，都将线在需要的位置藏好线头。之后开始绣制。直线绣，缝针从一端穿出，另一端穿入。相邻直线绣不需要调整位置，直接继续从需要位置穿出，另一端穿入。回针绣主要绣出曲线，缝针从一端穿出，另一端穿入，间隔一小段距离穿出，再穿回上一穿入点。继续间隔一段距离穿出，再穿回上一穿入点。重复这样的缝合方法，缝出需要的曲线。断面绣主要绣出一个色块，重复直线绣的方式，让表面线段均匀铺成一面。结力绣，缝针放在穿珠点，线的根部在针上绕线，几圈结力绣，
就绕几圈，之后轻轻按压线圈，挖出缝针，间隔较小距离穿入。这样，组装中用到的刺绣针法就讲完了，具体参考实物或示意图进行绣制。接着学习装饰的缝合，都是挑相对织片的线段缝合。我以其中一个装饰为例进行演示。预留的线头穿上缝针，装饰放到需要的位置，沿着对应的织片挑线。继续挑，装饰背面缝合。像这样依次挑线缝完这一圈。之后，挑背面，打结固定。看一下，一个装饰就缝好了。如果装饰较小，可以直接固定中心位置，多缝几次更加牢固。其他的装饰参考实物或示意图，缝合到需要的位置，我就不重复演示了。注意，这里2片叶子要缝在扇形花的上方。蝴蝶缝完后，要绣出2根触须。到这里，整个毯子就全部讲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